金陵看到蓝云恒，招呼也不打，对他劈头盖脸地说：“我舅舅疯了，拿着把破剑不知道要干什么。”又说：“我去找魏无羡，你去不去？”蓝云恒没能说出话，又似是没听到金陵的话，心脏兀自在胸膛中疯狂跳搏。他的手指上仍有香灰的味道，明明只是冷灰，却似从皮肤烧进了心里，让他的手指不住发颤。金陵上下打量他几眼，眼底缓过疑惑，转瞬又被火气压了下去，只说：“走啊。”夜色突然在蓝云恒的眼中起伏了一下。金陵在对金光瑶喊着什么，蓝云恒看着魏无羡，突然意识到方才的情急之中，他叫自己阿夏。魏无羡仍未看他。蓝云恒盯了魏无羡许久，感到那袭黑衣几乎要被自己望出了重影，终于察觉对方机不可察地摇了摇头。蓝曦臣在一旁开口道：“金宗主，金陵尚且是个孩子。”金光瑶说：“我知道。”蓝曦臣说：“而且是你的侄子。”金光瑶哑然失笑：“二哥，你以为我会做什么？杀他灭口吗？”停顿一刻，像是想到了什么极有趣的事情，金光瑶又轻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再说，二哥的侄子不也在这里吗？”蓝云恒的指甲猛然刺进了手心，他看向金光瑶，金光瑶却在看魏无羡，不住摇头道：“魏公子，冷静些。我方才说了，你以为我会做什么？”魏无羡少见地不发一言。蓝云恒看不清魏无羡的眼神，但觉得他沉沉地看了金光瑶一眼。金光瑶不以为扰，面上还是挂着一点笑意，转头招来几名僧人，说：“布个阵法，待会儿韩光君过来之后，能拦一道是一道。”蓝云恒这才意识到蓝忘机并未同魏无羡在一起，他突然觉得有些惊慌，下意识伸手探向自己的剑，手指一动，又想起魏无羡的神情，只好改坐在袖中慢慢收紧。反倒是蓝曦臣问：“魏公子，我听说你从乱葬岗下来，刚受了伤，这个时候忘机怎会和你们分开？”他说着，眼睛不仅看魏无羡，也看蓝云恒。蓝云恒被望着，才发觉蓝曦臣说的是你们，仿佛默认这三人必会同道而行。他在那目光之下一时说不出话，感到心脏一如几个时辰之前那般，在胸臆之中渐次狂跳起来。蓝曦臣见他们不言，视线在蓝云恒与魏无羡的脸孔上来回转过，担忧道：“你们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”蓝云恒无话可答，不由自主地退了一小步，向魏无羡的方向匆匆一瞥，却意外地对上了魏无羡的眼睛。魏无羡的嘴唇微动，目光依似袒护，在蓝云恒心上突如其来地重敲了一下。蓝云恒脱口而出：“我并未与韩光君同道来。”魏无羡已然张开的嘴唇一顿，闭住了。庭院之中一时陷入沉默，只有后院传来翻土挖石的声音。片刻后，金光瑶笑了一声，看来是真出问题了，问题还不小呢。魏公子，我见小蓝公子看你的眼神，当真生分得很呐。一句话说完，夜色寂然，无人回应，许久，却是金陵大叫了一声。先前他一直在旁边垂手站着，不知对金光瑶说什么，也不知怎么去问魏无羡。此时他像是终于反应了过来，只顾看向蓝云恒，眼睛睁得浑圆，嘴巴张开又闭上，最终只说：“你。”蓝云恒问：“我什么？”少年人像是被呲了一下，不知怎么便张开了全身的戒备，眼睛亦用力盯着金陵。金陵上自沉浸在震惊中，半晌，终于深吸了一口气，磕磕绊绊道：“你是韩光君，何谓魏无羡的？”仿佛尚未结痂的伤口骤然被人扯开。蓝云恒不待金陵说完，猛然打断道：“是什么？”金陵从未见过蓝云恒此般反常的模样，不由愣住，最终只说：“你真的是？”蓝云恒怒道：“是与不是又如何？”金陵还想要说些什么，目光一转，回手用力地捂住了自己的嘴，不再多说。蓝云恒的胸膛起伏着，上冲的血气敲得鼓膜嗡嗡作响。他顺着金陵的目光去望见了魏无羡的眼睛。魏无羡的目光平静，眼睫清晰，然后唇角微动，对蓝云恒极短暂地笑了一下。庭院中的火光投在他的脸上，光斑跳搏，光影切割过于分明，让他整个人显得有些不真实。蓝云恒那没来由的怒意疏忽消散无形，喉中却像吞了块铁，又哽又嗅。金光瑶在一旁轻叹道：“蓝小公子，
你这样说可太叫人伤心。蓝云恒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金光瑶，又听他说，你如今能活下来，全靠乱葬岗围剿之前，该做的不该做的，魏公子都为你做了。魏无羡的袖子拂过火光中的阴影，他淡淡地说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蓝云恒改作盯着魏无羡，金光瑶露出十分惋惜的表情，可惜不该求的人低声下气的去求了，该求的人又不在。魏公子，如若韩光君早些知道这孩子，从前往后如此种种，自当好过很多。魏无羡只说，敛方尊，如今仙门百家都要来讨你了，你还有闲情逸致为别人操心，话真是不少。金光瑶说，不敢，我只是唏嘘罢了。这13年韩光君严防死守，生怕小公子有一点闪失，不愿旁人知晓这他是何人所出，怕是连蓝小公子自己也不知道。可惜魏公子虽获复生，却不见父子和睦团圆，连置身事外者也于心不忍呐。蓝云恒的脸孔蓦然苍白。蓝曦臣再度开口道，金宗主，够了。金光瑶抱歉的一笑，好像这才意识到自己方才都说了什么，低声说，二哥的家事我不多说了。说完，他又看了死死咬住自己嘴唇的蓝云恒一眼，做事巧声道，蓝小公子，魏先生这一晚都不帮你说话，是怕我分了他的神，借机对你不利，你可不要难过呀。他的声音虽比方才低，魏无羡却一定能听得到。蓝云恒见黑衣人叹了口气，向他们走来，脸上仍是少见的没什么表情。金光瑶便噙着那丝笑，径自负手站得远了。魏无羡虽向他走近，亦不曾走得太近，在蓝云恒2步外的距离站住不动。这夜愈发的黑，突然有一个声音问，为什么？魏无羡猛地抬头，蓝云恒这才意识到那是他自己嘶哑的声音。他又问了一遍，为什么？魏无羡看着他，目光与这一夜先前所有都不同，很轻的缓声问，什么为什么？蓝云恒觉得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紧绷着的小心，还有一种近乎茫然的疲惫。他没想让蓝云恒听出来，蓝云恒却还是听了出来。那一刻，蓝云恒不可自抑地想要靠近魏无羡，他的手还没动，脚步也没抬起，那绞紧了他心脏的痛楚又降临到他身上，令蓝云恒僵硬地站在原地。他不说话，反倒是魏无羡看着他，叹了口气，重新开了口，我为什么死了？鬼道反噬，百鬼噬身，你应当知道的。蓝云恒不答。为什么不告诉你我是谁？因为一直找不到开口的机会，因为不知13年过去了，这个答案你究竟想不想要，又会不会喜欢？既往诸事不可改，我和你父亲都更愿你无忧无虑地活着。蓝云恒的手指在袖中收紧，